顾廷琛把离婚协议书推到我面前的时候，落地窗外的阳光正好照在他无名指的婚戒上，折射出一小圈刺眼的光。我低头看了一眼那份文件，条款写得很清楚，房产归他，车子归他，存款归他，公司股权归他。给我的那一栏里只有一行字：孕期及产后生活费由男方一次性支付人民币20万元整。20万。我和他结婚4年，他身家几十个亿，给我的离婚补偿是20万。子莹怀孕了，他情绪不稳定，我不能让他一直没名没分的等着。顾廷琛靠在真皮椅背上，语气平淡的像在跟我讨论今天的天气。你肚子里的孩子你留着也行，打掉也行，都随你。反正20万够你养几年了。苏子吟，我当然知道他。顾廷琛的私人秘书，23岁，刚从名校毕业，长了一张我见犹怜的脸，说话永远轻声细语，看人的时候眼尾微微上挑，像一只金贵的布偶猫。3年前他第一天入职的时候，我还亲手给他倒过一杯咖啡。那时候我不知道，那杯咖啡是倒给我婚姻的掘墓人喝的。你怀孕6个月了，引产有风险，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考虑。顾廷琛说着，把手边的签字笔往前推了推，签吧，我下午还有个会。我抬起头，认认真真的看了他一眼。这个男人长得确实好看，32岁，身高1.85米，常年健身维持着恰到好处的肌肉线条，五官深邃立体，眉骨高挺，不说话的时候像杂志封面上走下来的男模。4年前我嫁给他的时候，身边所有人都说我高攀了。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女孩，嫁给了顾氏集团的独子，简直是现实版的灰姑娘童话。童话里都是骗人的。灰姑娘嫁进王子的城堡之后，王子嫌她不会弹钢琴，不会品红酒，不会在晚宴上用法语跟外交官夫人寒暄。然后王子找到了一个会所有这些事的新公主，转头对灰姑娘说，你走吧，我给你20万。顾廷琛，我开口，声音比自己预想的平静得多，你还记得结婚那天你跟我说过什么吗？他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似乎不太高兴我提这些旧事，但他还是回答了，我说过很多话，你指哪一句？你说你这个人最恨背叛，所以你永远不会背叛我。空气安静了大概3秒钟，顾廷琛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2下，然后笑了一声，笑容里带着一种让我陌生的轻慢。石生，人都是会变的。再说了，他顿了顿，我跟子吟的事，严格来说也不叫背叛，我只是找到了更适合我的生活，你不能要求我一辈子困在一段不合适的婚姻里。不合适的婚姻，我在心里把这5个字咀嚼了一遍。4年里，我每天早上6点起来给他准备早餐，因为他胃不好，外面的东西吃了会反酸。我推掉了自己所有的社交和工作，专心做他身后那个拿得出手的顾太太。他妈妈生病住院那半年，我白天黑夜轮着守在病床前。他来看过他妈妈几次？3次，每一次都是待了不到20分钟就接电话走了。这4年，他用不合适3个字就盖过去了。但我什么都没说，不是因为我不生气，而是因为6个月的身孕让我没有多余的力气去争辩。肚子里的小东西像是感受到了什么，轻轻踢了一下我的肚皮。我把手附上去，感受到那一小块凸起在掌心下缓缓移动。这是我的孩子，跟顾廷琛有没有关系？这个孩子都是我的。好，我拿起笔，翻到最后一页，在签名栏里写下自己的名字，石生，2个字写得端正平稳，没有一丝颤抖。顾廷琛似乎没想到我签得这么干脆，微微挑了下眉，但很快恢复了那副波澜不惊的表情。他收回协议书，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西装领口，居高临下的看着我，20万3天内打到你的卡上，这房子你还可以再住1周，收拾东西够用了。我没接这个话，自己撑着沙发扶手慢慢站起来。6个月的身孕让我的动作变得笨拙，腰部的酸胀感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坠在脊椎底端。顾廷琛看着我艰难起身的动作，手微微抬了一下，像是本能的想来扶我，但那只手在半空中顿了顿，又收了回去。我看见了，心里没有任何波澜。走到书房门口的时候，我停下来，没有回头，只是看着走廊尽头那扇半开的窗户。
窗外的花园里种着一排白色的山茶花，是我3年前亲手栽的，现在开得正好。顾廷琛，我的声音很轻，像落在花瓣上的一片雪。你有没有去医院做过体检？他显然没料到我会问这个，语气里带上了几分不耐烦。体检？我每年都做，身体好得很。你问这个干什么？没什么。我收回目光，打开门走了出去，随口问问。我扶着楼梯扶手一步一步走下楼，听到身后书房的门被关上，然后是顾廷琛打电话的声音隔着门板模糊的传出来。子银，搞定了，晚上带你去吃那家新开的日料。后面的话我没有听清，也不想听清。我回到卧室，坐在床沿上，拿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响了4声之后，对面接了起来，一个温和稳重的男声传过来。石小姐，您终于联系我了。周律师，我说，事情办妥了吗？全部办妥了。周律师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克制的兴奋。按照您的意思，股权转让协议、资产明细、债务清算表全部公证完毕，您名下所有资产已于3周前完成转移，顾先生对此一无所知。亲子鉴定呢？结果已经出来了，电子版我发到您的加密邮箱了，纸质版存在律所的保险柜里。好，我深吸一口气，感觉胸腔里有什么东西在慢慢松开，像一根绷了太久的弦，终于找到了回弹的方向。那份体检报告呢？也在保险柜里。顾先生每年都在同一家体检中心做检查，调取他的报告并不困难。但是石小姐，周律师的声音变得谨慎，您确定这个东西要拿来用吗？毕竟涉及个人隐私，如果公开的话，可能会惹上法律纠纷。我没打算公开，我说，我只是需要知道，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身体出了什么问题。根据体检报告的数据，他的血液指标在最近2年出现了持续的大幅度的异常变化，但体检中心似乎并没有把完整的分析报告交到他本人手上。我调查过了，替他取报告的人是他父亲顾老先生安排的生活秘书。我闭了闭眼睛，果然跟我猜的一模一样。顾家老爷子早就知道儿子的身体出了问题，但他选择了隐瞒。为什么？因为顾氏集团正在筹备上市，董事长的健康状况直接影响到投资人的信心和公司的估值。他不允许任何不利消息在这个节骨眼上传出去，哪怕是关系到亲生儿子的性命。至于顾廷琛本人，他大概真的以为自己身体好得很，毕竟他每年都体检了，体检报告上所有的项目都显示正常，所以他从来没有怀疑过，他看到的报告是被人动过手脚的。石小姐，周律师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接下来您打算怎么办？我低头看了看自己隆起的小腹，那里面有一个正在努力长大的小生命。医生说是个女孩，已经能听到她平稳有力的心跳声了。每一次产检的 B 超单我都留着，上面那个小小的轮廓越来越清晰，从一颗花生米变成了一团蜷缩的小虾米，再到现在的模样，有了鼻子、嘴巴、手指和脚趾。不怎么办？我平静地说，等孩子出生。那顾先生那边？他选了苏子银。我打断周律师的话，声音里没有恨意，也没有不甘，只有一种事不关己的淡然。那就让他选，人总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这是他从第一天就该明白的道理。挂了电话，我走到衣帽间，拉开最里面那扇衣柜的门，里面挂着几件宽松的孕妇装，我把它们拨开，露出后面一个带密码锁的小箱子。输入密码后，箱盖弹开，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几摞文件和一串钥匙。这是我4年婚姻里攒下的全部底牌。第一份文件是3个月前签的信托协议，我把婚前自己攒下的所有积蓄，加上结婚4年来通过各种方式悄悄存下的钱，全部转入了一个不可撤销信托，受益人是我的女儿顾廷琛和他的家族，没有任何处置权。第二份是股权转让合同，顾廷琛3年前送给我的顾氏集团 5% 的股权，他大概早就忘了这件事，当初是为了在股东大会上多一票支持，他让我代持了一部分股份。法律上，这部分股权是我的，而我已经在2周前通过2级市场全部转让给了第三方。顾氏集团正在筹备上市的关键时期，
这5%的股权变动足以让证监会的审核多出无数变数。但他不知道，因为他的心思全在苏子吟身上，公司的事他已经很久没有真正上心了。第3份文件是一份体检报告的副本，上面用红色的标记笔圈出了几个关键指标：血小板计数、白细胞分类、骨髓项检查，每一个指标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一个让人头皮发麻的方向。我把报告翻到最后一页，看着那个被故意隐去的诊断结论，在心里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了一遍。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早期，可治疗，但需要立即开始干预，而且治疗周期漫长，过程痛苦，预后充满不确定性。如果拖延不治，一旦进入加速期或急变期，死亡率极高。顾廷琛不知道，他爸也不知道，我已经知道了。顾老爷子花了大力气封锁这个消息，连儿子本人都被蒙在鼓里，为的就是让上市计划顺利推进。在顾老爷子眼里，儿子的命没有顾氏的股价重要。而顾廷琛自己呢？他忙着陪苏子吟逛街、吃饭、度假，忙着在新情人面前扮演那个无所不能的总裁形象，连自己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都注意不到。他最近是不是经常觉得疲惫？是不是动不动就低烧？是不是刷牙的时候牙龈总是出血？这些都是症状。可他以为是工作太累，以为只是上火了，多喝点水，吃点维生素就好了。我把所有文件重新锁进箱子里，然后拖着行李箱走到楼下。花园里的白山茶在晚风里轻轻摇晃，我停住脚步看了他们一会儿，然后头也不回地走向了大门。身后那栋3层别墅灯火通明，像一个巨大的、华丽的、空荡荡的笼子。我在这里住了4年，到今天才发现，原来笼子的门从来没有上锁，只是我自己一直不敢走出去。走出小区大门的时候，我的手机震了一下，是闺蜜林暖发来的消息，生生，怎么样了？签了吗？我回了一个字，签。她几乎是秒回了3个感叹号，然后紧跟着打来电话，声音又急又气，真的签了。顾廷琛那个狗东西真敢跟你提离婚，怀孕6个月啊，他还是不是人？林暖，我打断他的输出，语气平静的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你上次说你表哥在那家生物科技公司做研发总监，能帮我约个时间吗？林暖愣了一下，显然没跟上我的思路跳跃。你说我表哥赵启川，能是能，但你找他干嘛？他做的是血液病基因疗法的研究，跟你这个就是跟他聊聊血液病的事。电话那头沉默了大概5秒钟。林暖是个聪明人，他很快嗅到了不寻常的气息。石生，你到底在谋划什么？没什么，我拦下一辆出租车，费力地弯下腰坐进后座，只是提前做点功课。毕竟，我看着车窗外飞速后退的城市夜景，霓虹灯的光影在玻璃上流淌成一条模糊的河。有人总得为他的选择买单。出租车汇入主路的车流，朝着城市的另一端驶去。我靠在座椅上，一只手轻轻抚摸着腹部，肚子里的小家伙又动了一下，这次比刚才更用力，像是在用他的方式告诉我，妈妈，我在这里，我陪着你。我的眼眶突然有点发酸，但我忍住了。从今以后，我不会再为顾廷琛掉一滴眼泪。我的每一分力气，每一滴情感，都只属于我自己和肚子里这个小生命。手机又震了一下，这次是一条银行短信。顾廷琛的20万到账了，备注栏里写着4个字，好自为之。我看着那4个字，忽然笑了。好自为之，顾廷琛，这4个字，我原封不动的还给你。但愿你知道自己将要面对什么的时候，也能像今天的我一样，平静的签下自己的名字。1周后，我在城西租了一套2居室的小公寓，房子不大，但采光很好，客厅的窗户正对着一个小公园，每天早上都有老人在那里打太极。搬家那天林暖来了，他一边帮我收拾东西，一边骂顾廷琛，从他人品骂到他的智商，再从他的智商骂到他的审美。苏子吟那种整容脸他也看得上，下巴尖的能戳穿地球，满脸的玻尿酸都快反光了，他是瞎了吗？他没瞎，我把一摞书放进书架，头也不回地说，他只是喜欢那种类型。什么类型？绿茶型。准确地说，
是可控型。我转过身，靠在书架上看着林暖。苏子吟在他面前永远温柔乖巧，百依百顺，从不会反驳他的任何决定，从不会在他面前展露任何负面情绪。他把自己包装成了一面镜子，只反射他想要看到的东西。那不就是装吗？对，就是装。我笑了一下，可他就吃这一套。因为我不会装，所以我不合适。林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最后只是走过来用力抱了我一下。他的拥抱很暖，带着一股淡淡的柑橘香水味。我在他肩膀上靠了一会儿，觉得鼻子又开始泛酸，赶紧深吸一口气，把那点酸意压了回去。生生，林暖松开我，认真的看着我的眼睛。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真要一个人养孩子？不然呢？我摸了摸肚子，她是我女儿，我总不能把她塞回去。你知道我什么意思？顾廷琛那个20万够干什么的？生个孩子都不够，更别说养了。你就算不为自己想，也得为孩子想。要不要我帮你找个律师起诉他？不用。我摇头，我有钱。林暖愣了一下，你哪来的钱？我走到卧室，从床底下拖出那个密码箱，打开来给他看了几份文件。林暖的表情从困惑变成震惊，再从震惊变成一种近乎敬畏的复杂神色。他抬起头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半天才憋出一句话：石生，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准备的？3年前。我把文件重新收好，声音平淡的像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苏子吟入职的第2个月，我发现顾廷琛手机里的聊天记录，他给他订了一束花，卡片上写的是致我最特别的女孩。然后呢？你跟他闹了？没有。我摇摇头，我什么都没说。我只是开始想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这段婚姻走到尽头，我手里有什么？所以你这3年一直在给自己铺后路。我接过他的话，信托、股权、资产转移，每一项都需要时间。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只是没想到他来的时候，我已经怀孕6个月了。林暖沉默了很久，最后轻轻说了一句：生生，你真的太难了。还好，我低头看着自己的肚子，嘴角弯了弯，至少我还有他。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我的肚子越来越大，行动也越来越不方便，但我每天坚持散步，做产检，上孕妇瑜伽课。林暖隔3差5来看我，他表哥赵启川也如约跟我见了一面。那是一个周6的下午，我们在赵启川公司附近的一家咖啡馆碰面。他是个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说话慢条斯理，身上有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那是常年泡在实验室里的人特有的气息。石小姐，他看完我带来的体检报告复印件，眉头越皱越紧。这份报告的数据，受检者的白细胞计数已经严重超标，是碱性粒细胞比例也异常增高。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这已经是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慢性期中后期了。中后期？我的心沉了一下，还来得及治吗？来得及，但必须马上开始靶向药物治疗。伊马替尼或者2代、3代 TKI 抑制剂都可以有效控制病情，一旦拖到急变期，那就真的回天乏术了。赵启川放下报告，推了推眼镜看着我，这个受检者是你什么人？如果是你的家人，我建议他立刻去正规医院的血液科就诊，1分钟都不能耽误。他是一个故人。我把报告收回来，斟酌着措辞，赵博士，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如果有人故意向患者隐瞒了这个诊断结果，会有什么后果？赵启川的表情变了变，隐瞒诊断结果，这是违法的。按照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患者享有知情权，医疗机构和家属都无权向患者隐瞒重大疾病的诊断结论，除非，他顿了顿，除非患者本人没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这种情况需要法院认定。如果患者是一个完全正常的成年人，但他的家属利用关系篡改了体检报告呢？赵启川沉默了，他用一种全新的目光重新打量了我一遍，似乎在判断我到底是什么人，在谋划什么事。良久，他开口了，声音比刚才低沉了几分。石小姐，我不知道你跟这个受检者之间发生了什么，但我以一个医生的身份提醒你，
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恩怨，人命关天，不能拿这种事情开玩笑。我知道，我认真地点了点头，所以我才来找您。我想知道，如果有一天这个人的病情被公开，他需要什么样的医疗资源？治疗周期有多长？费用大概是多少？愈后怎么样？赵启川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最终叹了口气，开始给我详细解释。他说了很多专业术语，我拿出手机做了录音，又在本子上记下了重点。大概1个小时后，我对这个病的认知从零变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框架。我知道它的治疗分为几个阶段，每种方案的优势和风险，国内有哪些医院在这个领域做得最好，如果做骨髓移植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最后一个问题，我合上笔记本，赵博士，您刚才说，如果拖到急变期，死亡率极高，请问从慢性期到急变期，一般需要多长时间？因人而异，短则几个月，长则几年。但如果完全不干预的话，赵启川伸出3根手指，3年，最多3年。3年。我把这个数字在心里默默记下，然后站起身，朝赵启川深深鞠了一躬，谢谢您，赵博士，这份人情我记下了。赵启川连忙站起来扶我，脸上带着明显的困惑和担忧。石小姐，我还是想说，不管你跟那个人之间有什么过节，生病这种事，你不能见死不救。您放心，我直起身，对他露出一个平静的笑容，我不会见死不救的，我只是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从咖啡馆出来，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我站在街边等出租车，手机突然震了一下。我低头一看，是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消息，只有一张图片和一行字。图片是顾廷琛和苏子吟的合照，他们站在一艘游艇的甲板上，苏子吟穿着一件大红色的比基尼，整个人像一条艳丽的热带鱼一样挂在顾廷琛身上。顾廷琛搂着他的腰，笑得很开心，眼角眉梢都是那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轻松和愉悦。下面附着一行字，姐姐，谢谢你成全我们。廷琛说跟你在一起的那4年是他人生中最灰暗的时光，现在他终于自由了，祝福我们吧。子吟。我看完这条消息，把手机翻了个面，屏幕朝下握在手里。出租车来了，我弯腰坐进去，报了地址，然后靠在座椅上闭了一会儿眼睛。苏子吟，23岁的小姑娘，名校毕业，家境普通，靠着奖学金和助学贷款读完的大学。毕业后进了顾氏，从行政前台做起，1年内连升3级，当上了总裁秘书。她觉得自己靠的是能力，实际上靠的是顾廷琛看她的眼神。她不觉得自己是小三，她觉得自己是真爱。在她的认知里，顾廷琛的婚姻是包办的，没有感情的，名存实亡的，他只是来拯救一个被困在不幸福婚姻里的优秀男人。他甚至觉得自己很勇敢，很伟大，是在为了爱情对抗全世界。我不恨他，说到底，他不过是一个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蠢姑娘。他以为挤走了我，自己就能坐上顾太太的位置，却不知道他面前的这个男人，他连自己的身体都掌控不了，又怎么可能给他一个安稳的未来？回到公寓，我给自己热了一杯牛奶，坐在窗边慢慢喝。窗外的公园已经暗下来了，路灯亮起一串橘黄色的光点，像一条温柔的项链挂在小径两侧。肚子里的小家伙醒了，开始做他的日常运动，踢腿、翻身、打拳。我掀开衣服看着肚皮，能看到一小块凸起从左滑到右，又从右滑回来，像是有一只小手在隔着肚皮摸这个世界。宝宝，我轻声说，妈妈给你讲个故事好不好？小家伙安静了一瞬，然后又踢了一下，像是在说好。从前有一个女孩，她爱上了一个王子，王子说他也会永远爱她，他们就结婚了。可是结婚以后，王子发现女孩不会跳舞，不会唱歌，不会说好听的话哄她开心，他就觉得这个女孩很无趣。后来王子找到了一个新的公主，新公主什么都会，王子很喜欢她，就把旧公主赶出了城堡。旧公主走的时候什么也没说，只是问了王子一个问题。你猜旧公主问了什么？肚子里的小家伙没有回答，只是轻轻蠕动了一下，像是在思考。旧公主问的是，你检查过身体吗？
我仰头把最后一口牛奶喝完，然后对着窗外的夜色露出一个极淡的笑容。晚安，顾廷琛，愿你今晚有个好梦。因为等你醒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噩梦才刚刚开始。苏子银发那条消息的时候一定很得意，他大概以为我会崩溃，会哭闹，会在网上发小作文控诉渣男和小三，然后他就可以以受害者的姿态站出来说爱情没有先来后到，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可他不知道，我根本没空搭理他，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的预产期在3个月后，而顾氏集团的上市听证会就在下个月。顾老爷子为了这场听证会筹备了整整2年，动用了所有的人脉资源，把公司包装得漂漂亮亮，只等证监会最后的审核通过。一旦上市成功，顾氏的市值至少翻3倍，顾家的财富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量级。但他不知道，他的儿媳妇，或者说前儿媳妇，手里握着一颗随时可以引爆的炸弹。那颗炸弹就是顾廷琛的体检报告。上市公司对实际控制人的健康状况有严格的披露要求，如果顾廷琛患有重大疾病的事实被隐瞒，一旦曝光，不仅上市计划会全盘崩溃，顾氏还要面临虚假陈述的巨额罚款和投资者的集体诉讼。严重的话，甚至可能构成欺诈发行证券罪，那是要负刑事责任的。顾老爷子赌上了整个家族的未来，就赌在他能把儿子的病情瞒到上市之后。可他算漏了一件事，他儿子在上市前3个月，亲手把他的儿媳赶出了家门。6月12号，顾氏集团上市听证会如期举行。那天早上，我躺在产科的待产室里，宫缩的阵痛像潮水一样一波一波的涌来。林暖握着我的手，手心里全是汗，比我还紧张。医生和护士在周围忙碌着，各种仪器的声音此起彼伏。生生，你疼不疼？要不要叫无痛？林暖的声音都在发抖。疼，我咬着牙，额头上全是汗珠，但能忍。你干嘛非得挑今天啊？早不生晚不生，偏偏今天生，你是不是故意的？我笑了一下，笑得比哭还难看。小朋友自己选的日子，我有什么办法？其实我说了谎。医生昨天就建议我剖腹产，说我羊水偏少，胎儿有轻微的宫内窘迫迹象，尽早剖比较安全。但我坚持要等到今天，因为今天是顾氏上市听证会的日子，我想在同一个时刻完成一件比顾氏的市值更重要的事情。手机在枕头下面震了一下，我拿起来看了一眼，是周律师发来的消息，听证会9点半开始，一切准备就绪。我回了一个好字，然后把手机递给林暖，帮我收好，等我生完再给我。宫缩又来了，这次间隔更短，疼痛更加剧烈。我死死抓住床边的扶手，感觉自己的骨头都要被从内部撑开，汗水和泪水混在一起糊了满脸，但我咬紧了嘴唇，一声都没叫出来，因为我知道真正的疼痛不是来自身体。9点40分，我被推进了手术室。无影灯亮起来的那一刻，我忽然想起了4年前的那个夏天。那时候我穿着婚纱站在教堂的门口，顾廷琛站在红毯的另一端看着我，眼睛里全是温柔的笑意。他那天穿了一身白色的西装，胸口别着一朵白色的山茶花，整个人干净明亮的不像凡间的人。他朝我伸出手，说：石生，我会爱你一辈子。我信了，我是真的信了。手术刀划过皮肤的冰冷触感把我拉回现实，麻醉师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放松，深呼吸，很快就好。我闭上眼睛，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呼吸上，吸气，呼气，吸气，呼气，然后我听到了一声清脆的、响亮的啼哭，那是我这辈子听过的最好听的声音。恭喜，是个小公主，6斤2两，很健康。护士把一个小小的、皱巴巴的、浑身是血的婴儿举到我面前，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那双眼睛黑亮黑亮的，像2颗刚从海底捞起来的珍珠。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了，大颗大颗的滚落下来，砸在手术台的布单上，印出一小片深色的水渍。石念，我哽咽着说出这个名字，他叫石念，不叫顾念，叫石念。他跟我姓，他是我石家的女儿，跟顾家没有任何关系。同一时刻，
证监会的会议室里，顾氏集团的上市听证会正在进行最后阶段的答辩。顾老爷子坐在主位上，志得意满地向各位委员介绍公司的发展战略和未来规划。顾廷琛坐在他旁边，西装革履，面带微笑，偶尔在需要的时候补充几句。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几位委员的问题都已经回答完毕，气氛轻松愉快，看起来上市审核马上就要通过了。就在这时，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一位工作人员快步走进来，俯身在主持会议的主任委员耳边说了几句话。主任委员的脸色瞬间变了，他抬手示意暂停，然后接过工作人员递来的一个文件夹，低头翻看了起来。会议室里的气氛骤然凝固。顾董事长，主任委员抬起头，目光锐利地看向顾老爷子。在审核过程中，我们收到了一份补充材料，这份材料涉及贵公司实际控制人，也就是您的儿子顾廷琛先生的健康状况。按照规定，我们需要对这份材料进行核实。顾老爷子的笑容僵在了脸上，顾廷琛脸上的微笑也消失了，他转头看向父亲，眼神里带着明显的困惑和不安。爸，什么健康状况？顾老爷子没有回答他，老人的脸色在一瞬间变得煞白，握着钢笔的手指微微发抖，手背上青筋暴起。我建议我们暂时休会。主任委员合上文件夹，语气公事公办，等贵公司对相关问题做出说明后，再重新安排审核时间。各位委员，今天的听证会到此结束。散会后，顾老爷子坐在原位很久没有动弹。会议室里的人陆续散去，只剩下他和顾廷琛两个人。爸，顾廷琛的声音里压抑着怒气和不安，到底怎么回事？什么补充材料？我的健康状况有什么问题？顾老爷子慢慢转过头看着他，那双浑浊的老眼里第一次露出了顾廷琛从未见过的东西，恐惧。是谁？老人的声音沙哑而低沉，到底是谁把你的体检报告泄露出去的？我的体检报告？顾廷琛彻底懵了，我的体检报告有什么问题？不是每年都一切正常吗？顾老爷子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等他再睁开眼睛的时候，眼眶里已经泛上了一层微红。这个在商场上叱咤风云30年的老人，在这一刻终于显露出了他的老态。廷琛，他的声音在发抖，你生病了，很严重的病。爸，对不起你。话没说完，会议室的门再次被推开。顾廷琛的助理跌跌撞撞地冲了进来，脸色白得像一张纸。顾总，不好了，证监会的补充材料被人同步发到了网上，现在全网都在传您的体检报告，股价已经跌停了。顾廷琛猛地站起来，膝盖撞在桌腿上，发出一声闷响，但他似乎完全感觉不到疼痛。他掏出手机，打开财经新闻的页面，第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名字。独家，顾氏集团总裁顾廷琛体检报告曝光，疑似患有严重血液疾病，公司上市计划或生变。他点开那条新闻，手指滑动屏幕，一行一行的往下看。体检报告的扫描键，关键指标的红色标记，某血液科专家对数据的匿名分析，每一条都像一记重锤砸在他胸口。然后他看到了最后一段。据知情人士透露，顾廷琛先生可能患有的疾病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该病早期可通过靶向药物治疗控制，但如果延误治疗，一旦进入急变期，生存期通常不超过1年。目前尚不清楚顾先生是否已经开始接受治疗。手机从他的手里滑落，屏幕朝上摔在大理石地板上，啪的一声，裂纹像蛛网一样从中心向四周蔓延开来。屏幕上最后一行字在裂痕中扭曲变形，看起来格外狰狞。生存期通常不超过1年。顾廷琛抬起头，视线扫过老泪纵横的父亲，扫过惊慌失措的助理，最后落在窗外那座他熟悉的城市天际线上。阳光照在对面大楼的玻璃幕墙上，反射出一片刺目的白光，晃得他睁不开眼睛。在那片白光里，他突然想起了1周前石生站在书房门口，头也不回地说的那句话：你有没有去医院做过体检？他当时回答了什么？他回答：我每年都做，身体好得很。你问这个干什么？他说：没什么，随口问问。不是随口问问，
他早就知道了。顾廷琛的腿一软，整个人跌坐回椅子里，他的大脑在疯狂地运转，把所有的碎片拼凑在一起，时声的异常平静。他干脆利落地签字离婚，他离开时那句看似漫不经心的问话，他3年来若有若无的疏远和沉默。他不是认命了，他是一直在等这一天，等他自己亲手推开唯一一个知道真相，唯一一个可能帮他的人，然后眼睁睁地看着他走进那片没有光的深渊。顾廷琛捂住脸，发出一声压抑的野兽般的低吼，他的肩膀剧烈地颤抖着，像一头被困在笼中无处可逃的垂死之兽。而此刻，城市的另一头，手术室里的婴儿正在发出响亮的啼哭。我侧过头，看着护士怀里那个皱巴巴的小家伙，他的手脚在空气中胡乱挥舞，像是在向这个世界宣告他的到来。他的哭声清脆有力，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和那些在死亡阴影下挣扎的人形成了最残酷的对照。护士把他擦干净包好，轻轻放在我的胸口，他的皮肤贴着我的皮肤，温热的，湿漉漉的，带着一股淡淡的腥甜气息。他的小手无意识地抓挠着我的锁骨，指甲比花瓣还软。10念，我低下头，嘴唇轻轻贴着他的额头，用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欢迎来到这个世界。窗外，午后的阳光正穿过云层洒下来，把整座城市染成了一片温暖的金色。远处 CBD 的玻璃幕墙反射着阳光，像一座座巨大的金色墓碑，无声地矗立在天际线上。我知道，在那些玻璃盒子里的某一个房间中，顾廷琛正在经历他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天，而我经历了我人生中最光明的一天。这2件事在同一刻发生，这就是我对他的全部报复。在他把我赶出家门的那一刻，我没有哭，没有闹，没有祈求，我只是转身离开，留下一句轻飘飘的疑问。那句疑问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变成一颗炸弹，把他的人生炸得面目全非。而我甚至不需要亲手点燃引线，他的亲生父亲替他隐瞒病情，替他篡改体检报告，替他铺就了一条通往地狱的高速公路。我所做的不过是在路边按了一下喇叭，提醒他注意前方。他没有注意，他忙着给他的新欢系安全带，没有看路。顾廷琛确诊的消息在3天之内席卷了整个财经圈和社交媒体，顾氏集团的股价连续跌停，市值蒸发超过40亿，原本谈好的几轮融资全部撤回，合作方纷纷要求解约，供应商堵在公司门口讨要货款。顾老爷子在股东大会上被一群愤怒的投资者围攻，血压飙升，当场晕倒，被救护车拉去了医院。醒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让人查到底是谁泄露了那份体检报告。他用了所有能用的人脉和手段，最终查到了一个让他不敢置信的名字：周明远。顾老爷子躺在病床上，浑浊的眼睛瞪得老大，实声的律师。是的，顾董。助理小心翼翼的点头，我们查到石小姐在离婚前1个月就委托周律师调取了顾总的体检记录，体检中心那边的人也承认了，他们收了周律师的钱。顾老爷子沉默了很久，病房里只有心电监护仪发出的滴滴声，节奏平稳，像是在替他数着所剩无几的时间。石生现在在哪里？他最终开口，声音沙哑的像砂纸摩擦。他3天前刚生完孩子，在市中心医院产科。孩子？顾老爷子猛地坐起来，动作太大，扯掉了手臂上的输液管，鲜血立刻涌了出来，但他浑然不觉。他生了。是谁的孩子？助理被他的反应吓了一跳，结结巴巴的回答，应该是顾总的。算时间的话，就是离婚前怀上的那个。顾老爷子的嘴唇哆嗦了起来，他的脸上露出了一种极其复杂的神情，惊愕、懊悔、愤怒，还有一种连他自己都不愿承认的深深的恐惧。那个孩子，他的声音颤抖着，是我们顾家的血脉。助理不敢回答，只是低着头站在那里。备车。顾老爷子一把扯掉手背上的输液针头，掀开被子就要下床，马上去市中心医院。但已经晚了。当顾老爷子的车赶到市中心医院的时候，产科病房的护士告诉他，石生已经在2个小时前办理了出院手续。他身体还很虚弱，
我们建议他再住几天观察一下，但他坚持要走。护士翻着记录本，语气里带着不解。来接他的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还有一个年轻女的，应该是他的朋友。顾老爷子站在空荡荡的病房门口，看着那张已经换上了新床单的病床，久久没有说话。窗外是医院的后花园，草坪上种着一排不知名的花树，白色的花瓣正随风飘落，像一场安静的雪。他活了70年，经历了3次金融危机，2次行业洗牌，无数次商场上的明枪暗箭，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感到深深的无力。这个他从未放在眼里的儿媳妇，在他被赶出家门的那一刻，就已经把他和他引以为傲的商业帝国一起推上了断头台，而他连他的影子都抓不住。消息很快传到了顾廷琛耳朵里。他赶到医院的时候，他爸正坐在住院部楼下的长椅上发呆，身边站了一圈面色凝重的顾家亲戚。他生了个女儿。顾廷琛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变得尖锐，我的女儿。她怀孕6个月的时候我提的离婚，她居然就那么走了，一个字都没提。她是不是疯了？廷琛，你冷静点。我怎么冷静？顾廷琛一把甩开他二叔的手，他知道我生病的事，他早就知道了。他故意不说，故意等到上市听证会那天才把报告放出来。他就是要毁了我，毁了顾家。那也是你先对不起人家的。顾廷琛的母亲从人群中走出来，红着眼眶看着他，嘴唇抖得厉害。你让人家怀孕6个月的时候签离婚协议，你让人家拿20万走人，你还指望人家以德报怨，跪下来求你去看病吗？廷琛，妈从小就教你做人要讲良心，你的良心呢？顾廷琛被母亲的话噎住了，他张了张嘴想反驳什么，却发现自己什么都说不出来。是啊，他有什么资格指责实生？是他先把他推开的，是他先把他当成一个可以随意丢弃的包袱，用一个侮辱性的价格买断了4年的婚姻。他没有资格，一点都没有。但他不甘心。他人在哪里？他抓住母亲的胳膊，声音里带上了哀求的意味。妈，他带着我的女儿去了哪里？你知道吗？顾母摇了摇头，眼泪终于掉了下来。我不知道。你爸查过了，他租的房子已经退了，电话换了，连他那个闺蜜林暖都联系不上。他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人间蒸发。顾廷琛松开手，后退了2步，然后仰头看着头顶灰蒙蒙的天空。一阵风吹过来，把路边的落叶卷起来，在他脚边打了个旋，又散开了。他忽然觉得很冷，那种冷不是从皮肤渗进去的，而是从骨头缝里往外冒的，怎么也暖不过来。口袋里的手机震了一下，他掏出来看了一眼，是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只有短短1行字。顾廷琛，你的20万我收到了，这是你女儿的抚养费，从此以后她跟你没有任何关系，祝你跟苏小姐幸福。实生。他盯着屏幕上的那行字，手指越收越紧，直到指节发白，指甲掐进掌心，渗出了血丝。然后他猛地举起手，想把手机狠狠砸在地上，但在最后一刻他停住了。手机屏幕上苏子银的名字正在闪烁，来电提示的铃声刺耳地响了起来。他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久到铃声自己断了。然后他打开通讯录，翻到苏子银的名字，按下了删除键。屏幕弹出一个确认框，确定要删除联系人苏子银吗？他的拇指悬在确定按钮上方，微微发抖。电话又响了，这次不是苏子银，是他的助理。顾总，苏小姐在公司楼下被记者围住了，她跟记者说什么？助理的声音艰难地挤了出来，他说他不知道您生病的事，他跟您只是普通的上下级关系，网上的那些亲密照片都是工作需要你妈。顾廷琛把这2个字咽了回去，因为良好的家教不允许他说脏话，哪怕是在心里。他挂断电话，打开社交媒体，果然看到苏子银的名字已经冲上了热搜。苏子银回应与顾廷琛关系只是工作伙伴。故事总裁新欢紧急切割，我与他的私生活无关。网友扒出苏子银连夜删除所有与顾廷琛相关动态，评论区一片哗然。
有人骂他薄情寡义，有人说他明哲保身没有错，还有人翻出了他之前发给石生的挑衅短信截图，铺天盖地的网络暴力瞬间将他淹没。顾廷琛一条一条的往下翻，脸上的表情从愤怒变成讽刺，从讽刺变成麻木，最后变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近乎悲凉的空洞。他忽然想起石生在离婚那天说过的话，你有没有去医院做过体检？他不是在嘲讽他，也不是在暗示什么，他只是给了他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他当时多问一句为什么这么问，如果他当时愿意把那1分钟的耐心分给他，一切都会不一样。但他没有，他忙着带苏子银去吃日料。顾总，助理的声音把他拉回现实，苏小姐那边要不要公关部处理一下？不用。顾廷琛把手机放回口袋，声音平静的连他自己都觉得陌生，随他去。另外，帮我预约市中心医院血液科，越快越好。他转身朝停车场走去，步伐很快，脊背挺得笔直，西装的下摆被风撩起来，露出里面熨烫平整的白色衬衫。他看起来依然是那个意气风发的故事总裁，好像一切都没有变。但路过医院门厅那面巨大的落地镜时，他无意间瞥见了自己的脸，眼窝深陷，颧骨突出，嘴唇干裂起皮，脖颈上隐约可见几块青紫色的瘀斑。那些瘀斑是他最近几天才注意到的，不疼不痒，但新的旧的叠在一起，怎么都不消。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早期症状：乏力、低烧、盗汗、体重下降、易出血。每一个症状他都对得上。他停下脚步，对着镜子仔细端详了自己几秒钟，然后他伸手整理了一下领带，把衬衫领口往上拉了拉，遮住了脖子上的瘀斑，继续大步朝停车场走去。他的身后，医院住院部楼下的长椅上，顾老爷子还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暮色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把老人的身影吞没成一个模糊的剪影。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也没有人敢上前打扰，只有晚风不知趣的吹过来，把他头顶稀疏的白发一根一根的撩起来，又放下去。远处，城市的灯火次第亮起，千万扇窗户里透出温暖的橘色光芒。在那些窗户中的某一扇后面，我正坐在出租屋的小床上，怀里抱着熟睡的石念，看着窗外渐渐亮起来的万家灯火。林暖在厨房里煮鸡汤，香味顺着门缝飘进来，勾得我肚子咕咕叫。赵启川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翻看一本血液病学杂志，时不时在本子上记两笔。这间70平的小公寓里塞了3个人和1个婴儿，拥挤的不像话，但热闹的刚刚好。生生，鸡汤好了，趁热喝。林暖端着一个大碗走进来，碗里飘着一层金黄色的油花，我放了好多红枣和枸杞，补气血的。我接过碗，低头闻了一下，眼眶忽然有点发酸。怎么了？林暖紧张地看着我，是不是伤口疼？还是哪里不舒服？没有，我吸了吸鼻子，就是觉得有你们真好。林暖愣了一下，然后伸手在我脑袋上拍了一下，说什么傻话，赶紧喝汤。对了，你手机刚刚一直在震，我没敢帮你看。我从枕头下面摸出手机，屏幕上密密麻麻全是未读消息和未接来电，顾廷琛的、顾老爷子的、顾家的各路亲戚的，还有一串陌生号码，大概是顾氏的公关团队。社交媒体上的私信已经爆了，各种媒体的采访请求，网友的评论，自媒体的爆料邀请，铺天盖地的涌进来。我滑到最上面，看到了苏子银3小时前发来的消息。和上次那张趾高气扬的游艇照不同，这次的语气像是换了一个人。石姐姐，求求你帮帮我。网上那些人说的话太难听了，他们骂我是小三，是拜金女，是瘟疫。我的电话被打爆了，公司也被人堵了门。我真的不知道廷琛生了那么重的病，如果我知道的话一定不会。求求你跟媒体说句话，就说你不恨我，原谅我了，好不好？我求你了，石姐姐，我给你跪下了。后面跟了一张照片，苏子银真的跪在地上，脸上的妆容哭花了一片，眼睛肿得像2个核桃。背景是他租的那间高档公寓的客厅，地上散落着几个行李箱，看起来像是正准备连夜跑路。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几秒，然后把聊天记录截图保存下来，
关掉了对话框，没有回复，一个字都没有。因为他的痛苦不是我造成的，他今天的狼狈是他自己的选择带来的后果。他从第一天就知道顾廷琛已婚，他只是不在乎。他觉得真爱可以碾压一切世俗的规则，觉得年轻貌美就是他最硬的底牌。现在他的底牌变成了一张废纸，不是因为我报复了他，而是因为顾廷琛倒台了。如果顾廷琛今天依然是那个身家几十亿的总裁，他依然会是那个得意洋洋的苏子吟，继续在社交媒体上晒他的游艇照，继续给被抛弃的前妻发挑衅短信。他的痛苦不是忏悔，只是恐惧，恐惧自己押错了宝，恐惧自己从真爱的神坛上跌下来，变成全网嘲笑的对象。他给我下跪也不是真的觉得对不起我，而是想让我替他挡枪，让我用原谅2个字替他洗白。我为什么要替他洗白？手机又震了一下，这次是周律师发来的消息，石小姐，顾老爷子通过他的律师联系了我，说想跟您谈谈。他的原话是，只要石小姐愿意带孩子回来，什么条件都可以谈。我回了一句，告诉他，我的条件只有一个，永远别来找我和孩子。发完这条消息，我把手机关机，扔到一边。床头柜上的那碗鸡汤还在冒着热气，我端起来喝了一大口，暖意从喉咙一路流到胃里，舒服的我眯了眯眼睛。怀里的石念睡得很沉，小嘴微微张着，呼吸又轻又浅，长长的睫毛在眼睑上投下一小片阴影。我看着他，心里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踏实感，就好像一艘在海上漂了很久的船，终于找到了属于他的港湾。念念，我低下头，用嘴唇碰了碰他毛茸茸的小脑瓜，声音轻的只有自己能听见。妈妈没有爸爸可以给你，但妈妈可以给你一个干干净净的，不需要向任何人低头的未来。你要记住，你姓石，你永远不用为了任何一个男人弯腰。窗外的夜色彻底沉了下来，远处 CBD 的高楼群亮起了霓虹灯，红色的、蓝色的、白色的光点在玻璃幕墙上跳跃闪烁，像是城市的脉搏在跳动。在那些高楼里，有一栋曾经属于顾家，现在正在经历他建成以来最寒冷的冬天。但那跟我没有关系了，我跟这座城市里的其他人一样，只是一个普通的带着孩子讨生活的新手妈妈。明天我要给念念喂奶、换尿布、哄她睡觉，后天要带她去打疫苗，大后天要研究哪家幼儿园的性价比更高。这些琐碎的、平凡的、真实的事情，比什么豪门恩怨、爱恨情仇都重要10000倍，因为这才是活着。而顾廷琛，他终于要开始学习活着这门课了。学费很贵，代价很大，老师很残忍，但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半个月后，我在新闻上看到了一张照片，顾廷琛坐在轮椅上，被人推进市中心医院血液科的住院部大门，身上穿着蓝白条纹的病号服，头发剃短了，脸色蜡黄，瘦得几乎脱了相。推轮椅的人是他妈，后面跟着一群面色凝重的顾家亲戚，唯独不见苏子吟的身影。新闻标题写得很克制，顾氏集团前总裁顾廷琛入院接受治疗，病情稳定。但评论区里什么难听的话都有，报应来了，抛弃孕期的时候没想到今天吧，老天爷开眼了。也有人替他说话，说他年纪轻轻就得了这种病，挺可怜的。但这样的声音很快就被更多的嘲讽和挖苦淹没了。我把手机屏幕按灭，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林暖在隔壁房间哄念念睡觉，隔着门板能听到她五音不全的摇篮曲，调子跑得飞起，但念念似乎并不介意，哭声渐渐小了下去。枕头上有一点湿润，我摸了摸自己的脸，才发现自己在流眼泪。不是心疼顾廷琛，我是心疼那个4年前穿着婚纱站在教堂门口，以为自己是全天下最幸福的女人的傻瓜。他不知道等待他的是4年的冷暴力和一纸20万的离婚协议，他不知道自己会在怀孕6个月的时候被扫地出门，他更不知道他需要用3年的时间来布一个局，才能在离开的时候不被彻底踩进泥里。他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他笑得那么灿烂，那么毫无保留。如果我能穿越回去见到他，我会告诉他什么呢？也许什么都不说，只是走过去抱抱他，然后告诉他，
你以后会有一个女儿，她很漂亮，很像你，你会给她取名叫十念，不是思念的念，是念想的念，是挂念的念，是念念不忘的念，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时间一晃过去了大半年，十念学会了翻身、坐起、爬行，现在正在练习扶着沙发站立，每次摔倒都会哼哼唧唧的哭2声，然后自己再爬起来继续。他是个脾气很倔的小孩，这一点像我。我开了一家小小的花店，就在公寓楼下临街的铺面里。店面不大，只有20几个平方，但我把它布置得很温馨，白色的墙面，原木色的货架，落地窗前摆了一排玻璃花瓶，每天换不同的鲜花。早上阳光照进来的时候，整个店铺都是亮堂堂的，空气里飘着花香和咖啡的味道。花店的名字叫十念花开，林暖说这名字土得要命，但我很喜欢。生活渐渐走上了正轨，我的存款足够支撑花店的运营和念念的日常开销，再加上顾廷琛那笔5%的股权转让款，我没全要，大头捐给了一个血液病研究的公益基金，只留了一小部分做念念的教育储备金。这件事我没跟任何人说，包括林暖，不是因为我高尚，只是因为我不想让念念长大以后发现他的妈妈用他亲生父亲的救命钱来养他，这笔账不能这么算。这天下午，花店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我正蹲在地上给一桶非洲菊换水，听到门上的风铃响了，头也没抬的说了声欢迎光临，脚步声停在我身后，没有回应。我放下剪刀转过身，然后整个人僵在了原地。是顾廷琛，准确的说是顾廷琛的残骸。他瘦的只剩下一副骨架撑着那件曾经合身的黑色大衣，颧骨高耸，眼窝深深的凹陷下去，两颊的皮肤松弛的挂在骨头上，像一件大了2号的衣服。他的头发剃得很短，发茬里夹杂着大片的白，明明才33岁的人，看起来像50岁。他左手拄着一根黑色的手杖，右手微微颤抖着垂在身侧，指尖泛着不正常的青白色。最让我震动的是他的眼神，那双曾经骄傲的不可一世的眼睛，现在像2口枯井，里面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种深深的、安静的绝望。10声，他开口，声音沙哑的几乎听不清，好久不见。我慢慢站起来，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表情平静的看着他，你怎么找到这里的？查了很久。他扯了扯嘴角，似乎想笑，但干裂的嘴唇只是微微动了动，没有形成任何弧度。你的律师嘴巴很严，你闺蜜的亲戚也很警惕，你的花店没有在任何平台登记过，我找了大半年，最后是一个买过你花的老顾客在网上发了张照片，我顺着定位找过来的。你费这么大功夫找我干什么？他没有立刻回答，他的目光越过我的肩膀，落在收银台旁边的那张婴儿椅上，十念正坐在里面，手里攥着一朵被我剪下来的粉玫瑰，专心的往嘴里塞。他穿着一件鹅黄色的连体衣，头上扎了一个小揪揪，脸蛋圆嘟嘟的，眼睛又黑又亮，正是最招人喜欢的月龄。顾廷琛看着那个孩子，整个人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一样，身体晃了2晃，手杖在瓷砖地面上划了一下，差点摔倒。他扶住旁边的花架稳住自己，花架上的几盆多肉植物跟着晃动了几下，发出细微的沙沙声。这时他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是我的女儿。我打断他，语气平淡但坚定，她叫十念，姓石，跟你没有关系。顾廷琛的脸上的肌肉剧烈的抽搐了一下，像是被人扇了一记无形的耳光。他张了张嘴，嘴唇翕动了好几次，最终挤出了3个字，对不起。我看着他，没有说话。对不起，他又说了一遍，声音越来越哑，像是嗓子眼被什么东西堵住了。10声，对不起。我当时我不知道自己生了病，不知道你那时候是在提醒我，我以为你只是在说一句无关紧要的话。你现在知道了。我靠在收银台上，双臂交叉在胸前，语气很淡，然后呢？你觉得一句对不起就能让一切回到原点？你觉得你现在来找我，我就会带着女儿跟你回去，在你最后的日子里扮演一个贤妻良母，给你的人生画一个圆满的句号？我不是那个意思。他急忙辩解，
我只是想看看他，看看你们。我不求你原谅我，我只想什么？我替他说完，只想在死之前看一眼自己的骨肉，让自己走得没那么遗憾。顾廷琛，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你在我怀孕6个月的时候把我赶出家门，给我20万让我好自为之，那时候你怎么没想过来看看我和孩子？他的身体晃了一下，手杖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刺耳的摩擦声。他垂下头，瘦削的肩膀微微颤抖，像一株被风雨打折了的老树。花店里的光线照在他的侧脸上，我能清楚地看到他脖子上那些密密麻麻的瘀斑和针眼，那是化疗和穿刺留下的痕迹。我见过赵启川给我看的那些资料，知道白血病患者要承受什么样的痛苦。化疗药物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会摧毁正常的造血功能，让人变得虚弱、脱发、口腔溃烂、反复感染。骨髓穿刺的针头比筷子还粗，扎进髂骨的时候能听到骨头裂开的声音。这些痛苦，他在过去的半年里一点一点地承受着。没有妻子陪在身边，没有孩子带来的慰藉，只有一个后悔莫及的父亲和一个以泪洗面的母亲。而那个让他抛弃妻子的女人，在他确诊的第2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3个月后被人拍到在另一个富豪的游艇上穿着比基尼晒太阳。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已经得到了足够的惩罚，但这些惩罚不是我施加给他的，我只是没有在他坠落的时候伸手去接。我没有义务去接一个曾经把我推下悬崖的人。念念，我转过身，把婴儿衣里的女儿抱起来，让她面朝着我，背对着顾廷琛，跟妈妈说，今天想吃什么？南瓜糊还是苹果泥？念念咿咿呀呀地挥舞着小手，嘴里吐出一个口水泡泡，啪的一声破了，溅了我一脸。我笑了，用袖子擦了擦脸，低头亲了亲她胖乎乎的脸蛋。顾廷琛站在花店门口，看着我们母女俩的互动，像一尊被遗弃在角落里的石像。他的嘴唇无声地翕动着，眼眶里有什么东西在打转，但他忍住了。10声，他最终开口，声音里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脆弱。我的病已经到急变期了，医生说最多还有3个月。我的手顿了一下，随即继续若无其事地给念念擦口水。所以呢？所以我想，他深吸了一口气，像是在积攒全身的力气。我想把我的遗产留给他，不多，我名下还有一些不在顾氏集团范围内的私人资产，1套公寓，1笔信托，还有一些现金，加起来大概3000万左右。我想全部留给他。我转过身看着他，目光平静的像一潭死水。不用了，他不需要。10声，我说了，他不需要。我把念念放回婴儿椅里，走到他面前，仰头看着这个曾经让我仰望了4年的男人。顾廷琛，你觉得3000万能买到什么？能买到你在他生命中的缺席，能买到你在他出生前就把他和他妈妈赶出家门的事实，还是能买到你那句好自为之？他像被烫到一样缩了一下，眼神里的最后一点光也熄灭了。我不需要你的钱，念念也不需要。我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清晰有力。我们有手有脚，能自己养活自己。这个花店虽然不大，但足够我们母女俩过上体面的生活。你那些钱留着给自己治病吧，或者捐给有需要的人，或者给你的父母养老，总之别留给我的女儿。我不想让她长大以后发现，她的第一桶金来自一个在她出生前就抛弃了她的人。顾廷琛站在花店的门口，午后的阳光从他背后照进来，把他瘦削的身影投射在白色的瓷砖地面上，拉出一条长长的扭曲的影子。他看起来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都没说出来。他只是默默地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门口的花架上，然后拄着手杖转过身，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朝门外走去。他的背影佝偻着，每走一步都需要借用手杖的力量支撑，左腿似乎有些僵硬，走路的时候微微拖曳。我看着他艰难地穿过马路，坐进路边一辆黑色的轿车里。关车门的时候，他的动作停顿了一下，朝花店的方向看了一眼，隔着马路和那扇落地窗，他的目光和我的撞在一起，只停留了不到1秒，然后他收回了视线，关上车门。轿车缓缓驶离，
汇入车流，消失在这座城市千篇一律的街景中。我站在原地很久，直到身后的念念发出不满的咿呀声，才回过神来。我走到门口，拿起那个信封拆开，里面是一张银行卡和一封信。信是手写的，字迹潦草而颤抖，完全不像当年那个签下几十亿合同时运笔如飞的总裁大人。有些笔画歪歪扭扭的，像是写的时候手在发抖，大概是化疗导致的末梢神经损伤，让他的手指失去了曾经的精准控制能力。10声，这张卡里有100万，密码是念念的生日。我知道你会拒绝，但我还是想留下点什么。我这半年想了很多，想我们的婚姻，想我犯过的错，想那些我以为很重要的，其实根本不重要的东西。我曾经以为成功就是住最大的房子，赚最多的钱，在所有人面前保持完美的形象。我以为妻子就该无条件的支持丈夫，我以为婚姻就是一方付出一方接受，我以为你不符合我理想中的顾太太的标准，所以我就可以理所当然的换掉你。我以为苏子莹给我的那种感觉叫爱情，她永远温柔，永远顺从，永远让我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厉害的男人。后来我才知道，那种感觉不叫爱情，叫被讨好。他讨好我是因为我有钱有地位，一旦这些东西没了，他的爱情也随之消失。而你不一样，你从来不讨好我。你给我做早餐是因为担心我的胃，你在我妈病床前守夜是因为你觉得那是你该做的事，你3年不声不响的布局是因为你需要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真的，没有演技，没有剧本。可我把真的当成了无趣，把假的当成了真爱，这大概是人世间最愚蠢的事情。我不求你原谅我，我只是想让念念知道，如果有一天他问起的话，他的爸爸不是什么坏人，只是一个到死才活明白的蠢货。顾廷琛。我把信从头到尾看了3遍，然后把它折好放回信封里，连同那张银行卡一起锁进了收银台最下面的抽屉里。念念在婴儿椅里咿咿呀呀的叫着，小手朝我的方向伸过来，五指张开又合拢，做出抱抱的手势。我走过去把他抱起来，他立刻把脸埋进我的颈窝里，温热的呼吸喷在我的皮肤上，痒痒的，让人心里发软。念念，我轻轻拍着他的后背，看着窗外川流不息的街道，声音低得像是在自言自语，你的爸爸今天来看你了，他瘦了很多，病得很重，也许以后都不会再来了。念念当然听不懂，他只是舒服地靠在我怀里，嘴里发出满足的哼哼声，像一只吃饱了奶的小猫。但是没关系，我低下头，把脸贴在他柔软的头发上，闻到了那股熟悉的奶香和婴儿沐浴露混合的味道。你有妈妈，有林暖阿姨，有赵叔叔，还有很多很多喜欢你的人，你不会缺少爱，妈妈保证。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落在满室的鲜花上，玫瑰、百合、康乃馨、洋桔梗、非洲菊，每一朵都在光里舒展着花瓣，热烈而安静地绽放着。这座城市的另一端，顾廷琛的黑色轿车正驶过跨江大桥，江面上波光粼粼，阳光在水面上碎成了千万片金色的鳞片，晃得人睁不开眼。他靠在车后座上，闭着眼睛，手里攥着一朵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花店里带出来的白色山茶花，大概是他扶花架的时候顺手拿的，也可能是他故意带走的。花瓣已经在掌心里被揉碎了大半，但残留的香气依然清冽，固执地萦绕在狭窄的车厢里，不肯散去。他想起4年前的婚礼，10升的捧花就是白山茶。那天他笑得眼睛弯弯的，把捧花塞到他手里说，送给你，以后我所有的花都是你的。他当时笑着接过来，说了句什么，好像是那我以后还你一个花园。一个花园。他最终给了他一个花园，以离婚协议书上的20万人民币的形式。顾廷琛睁开眼睛，低头看着掌心里那些破碎的花瓣，忽然笑了一声，笑声很轻，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前排的司机从后视镜里瞥了他一眼，欲言又止，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把车开得更稳了一些。回医院吧，顾廷琛说，把花瓣小心地放进了胸前的口袋里，我下午还有一次化疗。轿车在下一个路口掉头，朝着市中心医院的方向驶去。车窗外，
午后的阳光依然灿烂，江水依然奔流，这座城市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继续着自己的生活，有人在笑，有人在哭，有人在爱，有人在恨，有人刚刚来到这个世界，有人正在跟这个世界告别。而我抱着女儿站在花店的落地窗前，目送着那辆黑色轿车消失在这座城市日复一日的喧嚣中。然后我转过身，拿起剪刀，继续给那桶非洲菊换水。身后，念念在婴儿椅里咿咿呀呀地唱着她自己才能听懂的儿歌，小手一下一下地拍打着椅子的扶手，像是在给什么看不见的节拍打节奏。生活就是这样，有人走，有人来，有人留下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有人带着遗憾继续往前走。太阳不会因为任何人的悲伤而晚生一分，花不会因为任何人的离开而少开一朵。那些曾经让你痛不欲生的东西，总有一天会变成你故事里的一个章节，翻过去之后，下一页还有新的内容。我低头看了看手腕上的表，下午3点半，念念该喂奶了，4点要去银行存今天的营业额，5点约了一个婚礼花艺的客户来看样品，晚上还要跟林暖一起研究新品的配方。日程排得满满当当，没时间伤春悲秋，这样也挺好的。3个月后，顾廷琛去世的消息登上了新闻。那天我刚给一个客户做完婚礼现场的鲜花布置，正在收拾工具准备回家，林暖发来一条链接，标题是顾氏集团前总裁顾廷琛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34岁。我点开链接，在满车的玫瑰花香里，从头到尾读完了那篇讣告。讣告很短，只有寥寥几段话，大致回顾了他的生平和成就，提到他因病医治无效去世，身边有父母陪伴，后事从简，不设灵堂。没有提到遗孀，没有提到子女，没有提到那个他曾经抛弃的怀孕6个月的妻子，就好像他生命中的最后4年被人用橡皮擦掉了，只留下一个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道德瑕疵的商业精英形象。评论区很热闹，有人哀悼，有人嘲讽，有人感慨人生无常，还有人翻出半年前那场离婚风波的旧账重新吵了一架。我关掉评论区，把手机放进包里，发动了车子。开到半路，车在广播里也播了这条新闻。女主播的声音甜美而克制，念完讣告之后还加了一句愿逝者安息。我伸手把广播关了，车厢里骤然安静下来，只剩下发动机低沉的嗡嗡声和后备箱里花枝碰撞的沙沙声。到家的时候，林暖正抱着念念在客厅里玩。念念看到他，兴奋地挥舞着小手，嘴里含含糊糊地喊着妈妈妈，发音越来越清晰了。我换了拖鞋走过去，把念念接过来抱在怀里，低头亲了亲她的脑门。你看到新闻了？林暖小心翼翼地问。看到了。你还好吧？挺好的。我把念念举起来，让她骑在我的脖子上，她高兴的咯咯直笑，2只小脚压在我的胸前乱蹬。晚上吃什么？我饿了。林暖看了我一会儿，似乎在确认我是真的没事，然后松了一口气，转身往厨房走。红烧排骨，你最爱吃的。对了，赵启川说他晚上也过来，带一瓶他珍藏的红酒。行啊，正好念念今天睡得早，咱们可以喝一杯。晚上8点，念念准时睡着了。我、林暖和赵启川3个人围坐在小餐桌旁，面前摆着红烧排骨、蒜蓉西兰花和一盘凉拌黄瓜。赵启川带来的红酒开瓶后醒了半个小时，果香浓郁，入口顺滑。赵启川端着酒杯，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了。石生，关于顾廷琛的事，我想跟你说点东西。你说。他的主治医生是我的大学同学，他跟我说，顾廷琛最后那3个月挺难熬的，即便期的白血病进展很快，化疗和靶向药都压不住，最后癌细胞扩散到了中枢神经系统。他走之前那几天一直在喊一个名字。赵启川顿了顿，似乎在斟酌措辞。不是你的名字，也不是苏子吟。他抬起眼睛看着我，他喊的是念念。我握着酒杯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一下，但脸上的表情没有变化。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个孩子。赵启川继续说，只在你的花店里远远的看了一眼。但我同学说，他生命最后几天意识已经不太清楚了，
可就是一直在念叨这2个字。护士问他念念是谁，他说是他的女儿，说他女儿很漂亮，眼睛像妈妈，嘴巴像他。我低头看着杯子里的红酒，酒液在灯光下呈现出一种深沉的红宝石色，杯壁上挂着细细的酒泪，慢慢的往下淌。他妈妈当时在旁边，听到这些话，哭得差点晕过去。赵启川叹了口气，他走的时候很平静，最后一句话是妈，我想看看白山茶，但他妈没找到，医院里只有康乃馨。白山茶，我的手不自觉地抖了一下，一小滴红酒从杯口晃了出来，落在白色的桌布上，阴开一小团粉红色的印记。林暖赶紧抽了张纸巾帮我擦，嘴里嘟囔着小心点小心点。10声，赵启川认真地看着我，我跟你说这些不是为了让你难受，我只是觉得你应该知道，他最后是后悔的。虽然这个后悔来得太晚了，但他确实是后悔的。我知道。我放下酒杯，声音很轻，他来找我的那天我就知道了。那你，赵哥，我打断他，抬起眼睛看着他，你觉得我应该原谅他吗？赵启川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来。我原谅他，我说，语气平静的连我自己都觉得意外，不是因为他不值得恨，而是因为恨这个东西太沉了，我不想背着他过一辈子。念念需要一个轻松快乐的妈妈，而不是一个满脑子都是复仇和怨恨的妈妈。所以在他来找我的那天晚上，我就在心里跟他说了声再见。林暖红着眼眶握住了我的手，但是我捏了捏林暖的手，目光越过餐桌落在卧室的方向，那扇虚掩的门后面，念念正在他的婴儿床里睡得香甜。原谅不等于一切都当没发生过，他永远都是那个在孕期6个月提离婚的男人，我永远都是那个拿了20万就走的女人。这些事实不会因为他后来的后悔而改变，也不会因为他的去世而被抹去。我不会跟念念说谎，等他长大了，如果他问起他爸爸的事，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他，他的好，他的坏，他犯过的错，他最后的后悔，还有他留给他的那朵白山茶。窗外忽然传来一阵风声，窗帘被轻轻撩动了一下。我转头看向窗外，夜空中挂着一轮弯月，清冷的月光洒在小阳台上，照亮了那盆我养了大半年的白山茶。它开了，白色的花瓣在月光下静静地舒展着，层层叠叠，干净的不染一丝尘埃。一朵初绽的花在深夜里安静地盛开着，像一封来自远方的迟到了太久太久的回信。我盯着那朵花看了很久，然后起身走过去，推开阳台的门。晚风裹着夜的凉意扑面而来，吹乱了我的头发。我蹲在那盆白山茶前面，伸出手指轻轻触碰了一下那片柔软的花瓣。花心里有一滴露水，在月光下亮晶晶的，像一颗眼泪。再见了，顾廷琛。我低声说，声音轻的被风声盖过，连我自己都几乎听不到。身后林暖和赵启川安静地坐在餐桌旁，谁也没有说话。客厅里的灯光透过阳台门的玻璃照出来，在我的后背上铺了一层暖黄色的光。我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尘，转身回到屋里，关上了阳台的门。念念的房间里传来一声细微的响动，大概是小姑娘翻了个身。我轻手轻脚地走过去推开门，借着走廊的夜灯往里看了一眼，她果然换了个姿势，从仰躺变成了侧卧，一只小手攥成拳头举在耳边，嘴唇微微嘟着，睡得像一只奶乎乎的小猫。我靠在门框上看了他一会儿，心里那个空了许久的位置被某种温暖的东西一点一点的填满了。不是释怀，不是和解，不是遗忘，是继续。第二天早上，阳光照常升起，我给念念喂完早饭，把她放在婴儿车里，推着她下楼去花店开门。走到花店门口的时候，我愣住了。门口的台阶上放着一大束白色的山茶花，用牛皮纸包着，扎了一根墨绿色的丝带。花束下面压着一个信封，信封上没有写收件人，没有写寄件人，只画了一朵歪歪扭扭的小花。那笔记是赵启川的，他昨晚走的时候什么也没说。我弯腰把那束花捡起来，拆开信封，里面只有一张卡片，上面用钢笔写了一行字：白山茶的花语是，你值得被温柔以待。林暖的字，他的字永远都是那么圆滚滚的，
每个字都像一颗胖乎乎的汤圆。我抱着那束花站在门口，清晨的阳光从街对面斜斜的照过来，把整条街都染成了温暖的橘色。花店门口的招牌被照得亮堂堂的，十念花开4个字在光里闪闪发亮。念念在婴儿车里仰头看着我，黑亮的眼睛里倒映着满天的朝霞和妈妈抱着花束的剪影。她忽然咧嘴笑了一下，露出2颗刚冒出来的小乳牙，白白的，小小的，像刚剥开的杏仁。我的眼眶终于湿了，不是因为难过，也不是因为遗憾，是因为我发现，在我人生最灰暗的时刻，身边始终有一群不会离开我的人。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告诉我，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值得被好好的爱着。念念，我低头擦了擦眼角，笑着对女儿说，我们开花店的人怎么能自己先哭鼻子呢？来，帮妈妈开门，今天又是新的一天。我把那束白山茶拆开，一支一支的插进门口那只最大的玻璃花瓶里。阳光穿过花瓣，把它们照得几乎透明，每一片都像一小块温润的白玉，在晨光中安静地散发着淡淡的香气。花店开门后，陆陆续续有顾客进来。一个大姐买了一把康乃馨，说要去医院看望刚生完孩子的儿媳妇。一个小姑娘挑了一朵向日葵，说要送给今天过生日的好朋友。一个西装革履的年轻男人笨拙地问我求婚应该买什么花，我在他预算范围内帮他搭了一束红玫瑰配满天星。他抱着花出门的时候紧张的同手同脚，差点被台阶绊倒。看着满店的顾客和鲜花，我忽然想起顾廷琛信里写的那段话，我曾经以为成功就是住最大的房子，赚最多的钱，在所有人面前保持完美的形象。我以为妻子就该无条件的支持丈夫，我以为婚姻就是一方付出一方接受。他用了34年才活明白的事，我在30岁这年就懂了。所谓成功，不是赚了多少钱，娶了多漂亮的老婆，开了多贵的车，而是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你能面对镜子里的自己，不心虚，不后悔，不害怕。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能闭上眼睛安然入眠，不用靠安眠药来逃避那些不肯放过你的记忆。是你能理直气壮地对自己说，我这一生没有亏欠过任何人。他做不到，我做得到。下午的时候，花店里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那是一个穿着深灰色套装的中年女人，气质干练，妆容精致，看起来像是哪个公司的高管。她在花店里转了一圈，最后选了一束白玫瑰，拿到收银台结账。请问需要写卡片吗？我一边包装一边问。不用了，她微微摇了摇头，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几秒，忽然开口，您是石生小姐吧？我手上的动作顿了顿，抬头认真看了她一眼。不认识，我是顾家的律师，姓陈。他从包里掏出一张名片放在收银台上，语气礼貌而得体。顾老先生委托我过来一趟。顾廷琛先生的遗产清算已经完成了，按照他的遗嘱，他的个人资产中有一笔信托基金，受益人是石念小姐。我说过。我知道。陈律师抬手示意我让他说完，顾先生也预料到了您会拒绝，所以他在遗嘱里加了一个条款，这笔信托基金将由独立的第三方机构管理，石念小姐年满25岁之后才能动用，在此之前，您作为监护人也无权提取任何款项。我沉默了。顾先生遗嘱的原话是，这笔钱不是补偿，也不是施舍，这是一个临终之人给女儿的一份祝福，这份祝福跟他的父亲是谁没有关系，只是这世界上有一个大人，希望一个叫石念的小朋友未来能够拥有更多的可能性。陈律师说完，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放在花束旁边，这是信托协议，您先看看。不急，什么时候考虑好了，随时联系我。他微微欠身，抱着那束白玫瑰转身离开了花店。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渐渐远去，玻璃门上的风铃响了几声后归于平静。我低头看着那份装订整齐的文件，封面上印着信托公司的烫金标志，下面用宋体打印着一行字，石念教育及成长信托计划。翻开第一页，设立人那栏签着顾廷琛的名字，最后的日期是他去世前1周。他的字迹已经虚弱的几乎认不出来了，每一个笔画都在打颤，像是一个用尽了全部力气才写完最后一笔的人。
但十念2个字写得格外认真，一笔一画，工工整整，仿佛这2个字花掉了他生命里残存的全部精力。我合上文件，把它放进收银台下面的抽屉里，和那张银行卡还有那封信放在一起。抽屉关上的一瞬间，我看到那张信纸的边缘已经有些发皱了，因为我看了太多遍。我不会告诉任何人我看了多少遍，但我确实看了很多遍。那天晚上，念念睡着以后，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面前放着那盆盛开的白色山茶花，手机里循环播放着一首很老的歌，女歌手的声音沙哑而温柔，唱的是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有些事看着看着就淡了。我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对着月亮举起杯子，轻轻碰了一下空气。顾廷琛，我说，你的祝福，念念收下了。月光无言，花香无语，远处城市的灯火明明灭灭，像无数个正在被讲述的故事，而我的故事还在继续，念念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林暖和赵启川的故事，这2个人在我眼皮底下眉来眼去大半年了，大概也快了。至于顾廷琛，他的故事已经结束了，但结束不意味着消失，他会活在他母亲的眼泪里，活在他父亲的沉默里，活在念念身体里那一半来自他的基因里。他种下的因，他自己尝了果，没有来得及弥补的遗憾，也只能让他留在风中慢慢散去。这就是人生，没有绝对的善与恶，没有完美的受害者，也没有纯粹的加害者。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欲望、恐惧、软弱和局限，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跌跌撞撞的往前走。有的人走到一半就倒下了，有的人走到终点才发现自己走错了路，还有的人在走到终点之后回头看，发现自己走过的每一步都是对的。我想做第3种人。干杯！我对着月亮说完最后2个字，仰头把杯中最后一口红酒喝完，然后站起身，关上阳台的门，回到温暖的房间里。身后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明明灭灭，那一盆白色山茶花在月光下安静地开着，花瓣上的露水在晚风中轻轻颤动，像某个遥远的人最后一次无声的告别。再见，这一次是真的再见了。1年后，10念2岁了，他会说很多话了，会自己拿勺子吃饭，会摇摇晃晃地追着林暖家的猫满屋子跑，会在花店里帮我干活，把他喜欢的满天星一只一只的从小水桶里抽出来，高高兴兴的撒得满屋都是。花店的生意越来越好，我在线上平台开了账号，每天分享一些花艺的视频，慢慢攒了10几万粉丝。有出版社找我出书，有花艺学校请我去讲课，还有几个投资方想跟我合作开连锁花店，我都一一婉拒了。不是不心动，是我很清楚自己现阶段最想要的是什么，不是更大的事业，不是更多的钱，而是把每一天都过好，陪念念把每一天都过满。顾家的信托协议我最后还是签了，不是因为接受了他的补偿，而是因为陈律师说了一句话，让我改变了想法。他说，石小姐，我知道您不差这笔钱，但您有没有想过，25年后，念念打开这份信托文件，看到上面那个从未谋面的父亲用尽最后力气写下的签名，他感受到的可能不是愤怒，而是一种复杂的但真实存在的温度。那份温度不会改变过去的任何事，但它可能会让他的生命更加完整。我被他的话打动了，不是因为他说服技巧有多好，而是因为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对。我不能替念念选择恨，就像顾廷琛不能替念念选择原谅。这些情绪是他自己的，要等他长大后自己去体会、去判断、去选择。作为妈妈，我能做的只有把他需要的所有信息保留好，等他够大的时候，原原本本的交给他，然后不管他做出什么选择，我都站在他身后。这大概就是为人父母最核心的意义，不是替孩子做决定，而是陪孩子做决定。某个周末的下午，林暖带着她新交的男朋友来花店里玩。这个男朋友不是赵启川，林暖和赵启川眉来眼去了整整1年，最后发现2个人当朋友合适的不得了，但当恋人怎么都别扭，于是非常有默契的恢复到了朋友关系。赵启川后来找到了一个做儿科医生的女孩，2个人处得很好，已经见了家长。林暖现在这个男朋友叫宋之玉，
是一家独立书店的老板，戴着一副复古圆框眼镜，笑起来有2个浅浅的酒窝，说话慢条斯理的，喜欢被整段的博尔赫斯。我觉得这次是真的。林暖趁宋之玉在院子里逗念念玩的时候，凑到我耳边悄悄说，他一点都不嫌弃我睡觉打呼噜。你不打呼噜？我面无表情的拆穿他。那是我装的。林暖理直气壮，为了测试他的包容度，我忍不住笑了出来。宋之玉听到笑声转过头来，温和的朝我们这边看了一眼，然后继续低头陪念念堆花泥。念念呼了满手的泥巴，兴奋的往他手背上拍，留下一个脏兮兮的小手印。他没生气，反而笑着也给自己手背上拍了一个，跟念念的手印并排放在一起比大小。这个还行。我收回目光，对林暖点了点头。那是，我眼光什么时候差过？除了大学那个篮球队的。10声你不准提他。我们闹成一团，笑声从花店里飘出去，和午后的阳光一起洒在门前的石板路上。花店门口的白色山茶花开得正好，那盆最老的植株已经换了一个大花盆，枝条粗壮，花苞累累，每年都会准时在最适合的季节绽放。宋之玉推门走进来，念念骑在他脖子上，笑得嘴都合不拢，2只小胖手揪着他的头发当缰绳。他弯腰从冰柜里拿了一瓶水，拧开盖子递给林暖，动作自然的像做了千百遍一样。师姐。他拧开第2瓶水递给我，念念说他想要一个弟弟。他没有说。我接过水，斜了他一眼。他说妈妈，我想要一个弟弟。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弟弟可以玩泥巴，但是娃娃不能玩泥巴。宋之玉一本正经的复述完，转向林暖露出一个无辜的笑容。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啊，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林暖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抄起手边的满天星就往他身上抽。宋之玉你要死啊？谁要跟你生孩子？宋之玉一边躲一边笑，头顶的念念被颠得东倒西歪，不但不害怕，反而兴奋的尖声大叫，小手拍着他的脑门发出啪啪的声响。花店里一片鸡飞狗跳的欢乐景象，连门口经过的路人都忍不住驻足往里看了一眼。我靠在收银台上看着这一幕，嘴角不自觉地弯了起来。阳光穿过落地窗洒满整间花店，落在那些盛开的鲜花上，落在林暖笑得通红的脸上，落在宋之玉温柔纵容的眼睛里，落在念念那双黑葡萄似的瞳孔里。我想起2年前那个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的下午，那时候我以为自己的人生已经彻底完蛋了，一个被抛弃的孕妇，一个没有未来的单亲妈妈，一个被所有人用怜悯目光打量的失败者。但现在回头看，那一天不是终结，是开始。是顾廷琛用20万帮我买了一张通往新世界的车票，他不知道那张车票的价值，我也不知道，但时间证明了，那是我人生中做过的最划算的一笔交易。傍晚的时候，宋之玉带着林暖去看电影了。我收拾完花店，给念念洗完澡，抱着她在阳台的摇椅上吹晚风。念念靠在我怀里，手里攥着一朵从花店带回来的白山茶，嘴里含含糊糊的哼着一首从动画片里学来的歌。妈妈，她忽然仰起头看着我，眼睛在月光下亮晶晶的。外婆说，每个人都有爸爸。我的爸爸呢？我愣了一下，这一天终于来了，比我预想的早了一些，但他还是来了。我沉默了几秒，然后把他往怀里搂了搂，声音平静而温柔。念念的爸爸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那他还会回来吗？不会了，但他走之前给念念留了一封信，等念念再长大一点，妈妈就念给你听，好不好？念念歪着脑袋想了一会儿，然后认真地点了点头，把手里的白山茶举到我面前。那我把这个送给他。送不到了。那怎么办呀？我低头看着他那双黑亮的、干净的不含一丝杂质的眼睛，忽然觉得鼻子一酸，但嘴角却弯了起来。没关系，我把他抱得更紧了一些，下巴轻轻抵着他的头顶，声音柔软而笃定。他把最好的东西都留给了你，你看，你的眼睛是不是很像他？你的嘴巴也很像他。每次你笑的时候，就像是他在说，念念，爸爸很高兴你来到这个世界。念念没有完全听懂，但他感受到了某种温暖的东西，于是心满意足的把脸埋进我的怀里，
继续哼起了他的歌。晚风温柔地吹过来，阳台上的白山茶在月光下轻轻摇曳。我低头看着怀里的女儿，心里的那个位置，那个曾经空了很久、疼了很久的位置，已经被填得满满当当了。不是被另一个人填满的，是被我自己填满的。被我的选择，我的坚持，我走的每一步路，我做的每一个决定，我陪念念度过的每一个夜晚，一点一点的填满了。远处，城市的灯火在夜色中闪烁，阳台上的白山茶开了又谢，谢了又开，一年又一年。而我的花店永远开在这座城市阳光最好的那条街上，门口的招牌在每一个清晨都会被阳光照亮，上面写着4个字：10年花开。